啊，刚才最后那个3分球实在是太帅了。有没有输给年轻人？跟你自己比的话，倒还是不太行。以前高中的时候，你打篮球明显直接冲撞很多啊，像现在直接改投3分球了，这明显是体力，明显是技巧取胜的嘛。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哦，好帅啊！我好喜欢。赶紧回家。怎么样？我的证件照有没有美若天仙？嘿嘿。啊，你让我看一下你的，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帅？我来比一下啊，谁最好看？这怎么比得出来？做对比，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，相同的灯光，同一个摄影师，同一个地点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？要这么严谨吗？要的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拍证件照？这就算是求婚了？当然啦，都这么明显了。我就想请问你，这到底哪里明显了啊？所以你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他了？哎，你们不会已经领证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我就说嘛，于老师不会是这么不靠谱的人。我们打算下周回去见家长，算是订婚。哎，我是不是该开始给你策划婚礼了啊？是吧？这件事情必须好好策划策划。这个场地、嘉宾、婚纱还有回礼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。哎，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呀？想办什么形式的婚礼？日子定在什么时候？这些其实都没想呢。时间的话，下部戏拍完。你下部戏一共就12集，拍完也就1个多月，1个多月想策划一场婚礼，你到底有没有结过婚啊？哎，你们看看，这海南还是漂亮。我觉得在海南办婚礼也不错，保密性很强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么多人去海南，兴师动众的，多麻烦呢。阿姨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林姐都安排好了，组织安排有我们呢，保证把双方的亲朋好友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婚礼放在上海呢，倒是也可以，就是啊，保密性太差，是吧？那老家呢？亲家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没主意，我们就是听于途和晶晶的。对，听他们听晶晶的，听晶晶的，那就没完没了了，一会儿一个主意。哎，小朱，我看那别的明星结婚呢，但凡有一点闪失，那就得上热搜啊！太隆重了，太简单了，都有人说。那回礼回的什么，那都得小心呐。那些嘉宾什么的，那都得你们把关了。阿姨，
你放心吧。哎，小朱啊，我看你老叫我们家于途叫于老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好几年前于老师教晶晶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么叫的，叫习惯了。晶晶就是这么被于老师给拐走的。他没有跟你们说吗？哟，儿子啊，你还有这个本事呢，于老师。你们今后的女儿啊，可不能这么好被骗。阿姨，那不会，得先打得过他爸我才行。你那时候都50、60老头子了，你还跟年轻人打？80岁，我也能5连绝世，行不行？吹牛吧你！于老师，我得开车送晶晶回剧组了。那我先去上海拿东西，回头再去横店找你们会合。好。你看看，这快过年了，还接了个戏，以后结婚了可得顾顾家啊。哎，没事，晶晶，你尽管忙你的。这于途在家呢，他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要是想拍你就拍，不想拍了就在家休息啊，你不用管他，真的不用管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？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啊不，你妈跟我说过。你看看，就听晶晶的。对，晶晶，就听你的。原来阿姨对儿媳妇的要求就是会照顾好你呀。可惜她一看见你了，就忘记自己的初衷了，太不坚定了。不过叔叔和阿姨对女婿什么要求啊？长得帅就行了吧？那我一出生就赢了。懒得理你。哎，又有火箭发射成功了，在太原发射场。前几天好像也有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。对，今天发的应该是科学20号。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因为我关注了好多你们行业的公众号呀。像中国航天啊、上海航天啊等等，还有你们单位的公众号，我是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航天家属啦？比我关注的还多，必须是了。那你有没有关注娱乐圈的公众号呀？啊？对不起，我失职了。来，现在关注一下。这种不自觉的关注我才不想。而且最近我有一个爱情电视剧要上。哎，算了，要是到时候公众号截图一些男女主角亲密互动的话，有人看了不高兴就不好了。你那个也算爱情电视剧啊？开头就分手了，后面说的不是女主角的事业吗？哦，对哦，我忘了你看过剧本了。草率了吧？不过晶晶，你接戏不用考虑我，真的，我没事儿。知道了，我不会刻意避开亲密戏什么的，一切看剧本。不过嘴上说着不建议，每次把剧本拿过去仔细研究的不知道是谁。于途，哎，我刚刚翻到你们单位的公众号，发现了这个。我的婚礼也要这么办。你怎么还不报名啊？只有12个名额，再不报名就晚了。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我认真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参加了这次集体婚礼，那我们之前烦心那些事情不都解决了？不用担心舆论，不会被评头论足。就连酒席都不用我们自己定，而且嘉宾也只要请我们亲近的人就好了。这不是梦想中的婚礼，什么才是梦想中的婚礼呀？哦，这么贴心，林姐知道肯定要感动哭了。晶晶，拍演员了。啊，来了。不跟你说了，你赶紧报名，我要去拍戏了。行，我去了解一下，你好拍戏。怎么着这是？婚礼的事儿。打算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可没参加过明星的婚礼啊，是不是办得特隆重，还得穿西装？
他让我去报名单位的集体婚礼。什么？我说你们家大明星这想法可真是天马行空啊！不过跟你也是不谋而合。之前你参加咱们同事的，不也说省事儿省心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几年前。怎么着？打算去报名了？嗨，报人名啊！过几天他又改别的方式了。毕竟我们乔小姐的方案已经从海边到草地到酒店，又到海边了。下班了没？报名了没？你认真的？当然，你还没有报名啊，只有12个名额，你赶紧报呀！报了名就不能再改了，不然会浪费别人的名额。你确定你不会改变主意了？肯定不会，那天是有点冲动，但是现在越想越合适。哪里合适我们先不讨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叔叔和阿姨还有玲姐的想法？他们会同意？玲姐好说啊，爸妈的话我来搞定。如果他们同意了，你就去报名。可以。那我现在就去。还有半年就要参加竞标会了，啊，我已经提前紧张起来了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走。于途啊，阿姨，我刚在实验室。晶晶给我们来电话了，说想参加你们单位的集体婚礼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嗯，晶晶跟我说了，但我觉得不合适。是，晶晶啊，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说这个事。一开始啊，我是坚决不同意的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被他说服了。哎，你们之间还没达成一致吗？我以为你们不会同意啊。我们啊和晶晶父母特意吃了个饭聊这件事呢。他父母后来也被他说服了，还挺高兴的。儿子啊，你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你就跟晶晶好好聊啊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于途，你不去吃饭，晚上加班。你们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加班狂人今天居然不加班了。大明星不是在拍戏吗？他这么早回家干嘛？于先生，你日子真的过得很粗糙哎，生活要有仪式感。我是实用主义。那我来了，你要改个主意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漂亮多了？
我梦想中的婚礼应该是很浪漫、很浪漫的，然后地上铺满了鲜花，邀请了很多很多朋友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的。然后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渐渐地向新郎走去，然后他可以接上我的手，给我戴上婚戒，两个人相互吐露着誓言。我觉得那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。如果有满天的星星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挺浪漫的。这就是我理想当中非常浪漫的婚礼。谁呀？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明天是周末吗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快来，快来！为什么要参加集体婚礼？你开了200多公里的路，就是为了过来问我这个问题呀？你说过，你梦想的婚礼一定要很浪漫，摆满鲜花，然后邀请很多的朋友。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2年前，一个珠宝代言的采访。这种话你也信啊？采访的时候问到这种问题，肯定只能现场编一个呀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玉图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担心你的经济状况才想参加集体婚礼呢？晶晶，我也想竭尽所能。谢谢你，我要嫁给你，你当然要竭尽所能。但是这次，我真的只是想办一个单纯的婚礼而已。你知道，身在万众瞩目的名利场，要结婚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。想要保密，可是操办起来就不太可能。想要只请几个亲近的朋友，可是就会有人心里怪罪。最后整个婚礼或许会变成一个社交场，我们要不停地应酬、敬酒、拍照，或许出现一个小问题就会被送上热搜。但是如果参加你们单位的婚礼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。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对单纯的新娘和新郎。虽然那么多新人在一起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结婚，我们也只是他们当中一对普通的青年夫妻。但是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，1对1的，没有纷纷扰扰，没有舆论应酬。婚礼是2个人的事，是你给我，也是我给你的。这样的婚礼，你会觉得委屈吗？姐姐，我忽然觉得我之前的求婚方式不太正式，有点轻率。我想重新正式的向你求婚。虽然我不觉得，但是好啊。小晶晶同学，我们认识了快16年，因为我的偏见，我们错过了13年。你说你不遗憾，但是我很遗憾。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，请你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。
我会用心的，竭尽所能的做一个好丈夫。好，我也会很好的。